腾龙在大变焦镜头这条路上越走越远，刚刚又发布了一支索尼的全画幅 FE 卡口11倍光学变焦比，焦距28毫米到300毫米，光圈 f4 到 f7.1 第三代 VC-VXD 镜头。这支镜头是之前那支好玩又实用著称的28-200镜头的增强 Plus 版本。在这半个月的深度使用之后，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性能表现、使用感受，甚至呢，我都替您考虑到这支28-300全能性的长焦镜头，看它能不能一个顶打，跟索尼的100-400还有24-105这两支 G 系列的镜头作为平替来使用，帮您尝鲜，替您踩坑。欢迎收看《采风摄影生活杂志》，我是大马毛本。我们先看看外观、重量和做工。腾龙28-300的镜头比之前的28-200外观更紧凑、更扎实，加粗加厚的变焦环还有对焦环，手感更清晰、阻尼适中。转动1/4圈的变焦环就能从最广角端变焦到最长焦端。镜头侧面呢有一个自定义按钮，可以设置为对焦切换或者焦点预置，操作的准确性和这个效率性都是提升了。镜头上呢带一个 USB-C 接口，用来升级固件或是镜头的自定义。镜头侧面呢还有镜筒的锁定开关，如果您在转场过程中需要把这个镜头来锁定，防止镜头意外松脱，就像这样。镜头还是使用之前的前组67毫米的滤镜，和腾龙大多数的 VXD 系列的镜头滤镜尺寸通用。镜头盖呢你就可以抄起来随便用了。镜头的前组是有防泼水的这个镀膜，镜头后组是金属卡口带橡胶的密封圈，头呢是具备防尘防水滴的这个设计的。毕竟这是一个全焦距段的镜头，会面临各种各样的使用环境。咱们先测试一下对焦的性能。我当那个街溜的啊，拎着这支腾龙28-300镜头，在墨尔本街头各个环境下使用测试。相机对焦呢就是放在区域对焦，您看看是不是抬手就有？说到和100-400做对比，那这两支镜头，一个是原厂的 G Master 3000多刀，另外一个是副厂的大变焦镜头，价格便宜了一半，怎么放在一起比？问题是怎么就不能比呢？你看啊，100-400和28-300都是很实用而且很好玩的镜头。100-400这支镜头，我从2018年起，只要是有这种长焦拍摄的行程，像去非洲、去南极，我就必带。这支镜头呢确实有点老，但是呢它也是我使用时间跨度最长的一支镜头，跟我的24-105配合，战斗成色啊，基本上是一场不落，打满所有我之前的旅行目的地。
新的腾龙28-300，新的设计、新的技术，理论上是一支能够覆盖所有焦距段的全能镜头。100-400的最大光圈是 4.5 到 5.6， 腾龙的广角比它大半档光圈的 f4， 长焦呢比它小2/3档的光圈的 f7.1， 所以论实用性、论性能表现，还有这个表面的参数，两支镜头绝对是值得一比的。那说到性能啊，腾龙的28-300实测重量呢只有650克，它和索尼的挂机标准变焦镜头24-105重量相当，而索尼的100-400呢是个大家伙，重量是1390克，重了1倍不止。所以100-400拿出去之前呢，必须得掂量掂量。但是反观腾龙28-300，那个镜头就是感觉那种拿谁不是拿呀，反正重量跟24-105一样，那就干脆找一个焦距覆盖更大的镜头。画质对比，索尼的100-400还有腾龙的28-300的镜头画质的对比，用的是索尼 A7S3， 拍摄平面照片还有拍摄视频，放在27寸 4K 的显示器上来看，我是不能直接判断出这两个镜头的画质明显的区别。所以说，如果您的应用场景跟我一样，那腾龙的28-300还有索尼的100-400绝对是可以打一个平手的。防抖对比，长焦镜头的手持防抖性能绝对是一个测试的重点，毕竟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画面，那谈论任何画质、光学表现都是没有意义的。测试结果呢，让我有那么点稍稍的意外。腾龙的28-300镜头呢，它是光学变焦范围确实很大，在这个场景您就可以直观感受到它的11倍的变焦的范围，拍摄题材呢其实是完全不受限制的。腾龙的28-300镜头带有 VC 光学防抖的设计，配合索尼的机身防抖，我觉得画面的稳定性比这个索尼的100-400表现要更稳一点点。我开始还有点怀疑，我是不是看错了？所以我就特意把28-300和100-400的防抖开关关闭以后再打开做对比，确实感觉100-400的防抖打开之后，它是起作用，但是绝对没有28-300的长焦画面稳定。所以说防抖小胜，画质呢打一个平手，28-300焦距覆盖范围更广。我觉得腾龙28-300这支镜头的性能表现让我打消了一种使用上的顾虑，用它扫街似乎就有了先天的优势，所以呢，我就带着它去了更多的地方测试。不知道您是不是隔着屏幕就感受到了这种使用28-300镜头时候的自由自在。300毫米这个镜头是这样，200毫米如果你刚开始有这种窥视感的话，那300毫米基本上就能够让被摄体完全没有察觉的距离性进行拍摄了，而且呢300毫米开始呈现这种更强烈的空间压缩感。腾龙的28-300的光圈是 f4 到 7.1， 但它绝对不是一个天黑就可以收起来回家的镜头。其实我觉得它方便、隐蔽、可靠，
所以在晚上城市里拍摄呢，反而会有那种小小的刺激感。所以我特意选了一个墨尔本下雨的入夜，我觉得就是这个城市的地面被雨水打湿之后，反射着城市的灯光和汽车的灯光，色彩是加倍的，当然了，惊喜也是加倍的。相机呢和镜头本身有防尘防水滴的设计，在这种环境下呢，使用是完全不用担心的。所以雨大的时候呢，往胳肢窝底下把相机一架，又隐蔽又安全，拎着它伺机而动。我那天清楚地感觉到雨水淋湿了我的身上和袖子，冰冷的雨水呢顺着袖子滴在我这个相机和镜头上，然后随着一下下按动快门，那种内热外冷乱中取静的感觉，那个过程真的很爽。其实每支镜头都有自己的性格和使用的场景，希望呢大家能从这些样片还有幕后的画面呢 get 到。好了，以上呢就是腾龙刚发布的28300的镜头使用和这个试用的感受的分享。更多的摄影经验和旅行摄影拍摄技巧，请继续关注墨尔本采风摄影。感谢收看本期的节目，我是大马墨本，咱们下期再见。